大家好，我是大发，欢迎来到大发唱的歌。Hello，好的，该是来聊聊桌游界那一群狂热信徒了。他们身处海底、山上、墙壁里、人群中，寻找他们那不可名状的恐怖之神。没错，他们就是克苏鲁文化的信徒。克苏鲁呢，在各样的桌游、TRPG 游戏中、电影中，不难窥见他们的身影。而我们今天克苏鲁的舞台呢，则是要把范围缩小一点，聚光在一栋阴森的大宅中。没错，大发今天要介绍的桌游就是《疯狂鬼宅》。疯狂鬼宅呢是款标准的美式桌游，以故事为重。玩家呢可以想象游戏内的所有规则都是为了编织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在游戏中，玩家要扮演调查员，被卷入或者是主动参与一宗神秘事件，而在神秘底下究竟隐藏的是什么？是上古邪神，还是异教仪式？随着玩家探索、调查，慢慢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当然啦，玩家也可能半路就被打到伤残，或是被吓到疯狂，成为队伍中的不定时炸弹。玩家当然有各样的装备可以加强火力，彼此协助，但最重要的还是玩家的闪运啊！对了，疯狂鬼宅呢，在2版使用了 APP 辅助游戏，所以呢，玩家至少要准备一只手机，游戏中没有附上，让 APP 缓缓念出临场感十足的序言。让我们辅以诡谲的音效，进入今天的疯狂鬼宅吧。疯狂鬼宅呢，虽然是美式桌游，而且有 App 的辅助。这样，如果玩家觉得一切都交给 App 来执行就可以了，那可是会在游戏一开始不断翻找规则书的。App 呢，真的只负责讲故事，在游戏中的打怪啊，各样的检定，都还是要靠玩家掷骰，然后亲手输入结果。常常呢，也需要翻找各样的配件，这让大发稍稍觉得会有种断裂感，难以避免。不过呢，优点就是能让所有的玩家都能体验到剧本的魅力，不会有城主永远只能当城主，剧情曝光光的缺点，并且借由 App 的辅助，在疯狂鬼宅中闯关失败，想要再来挑战一次，可以在剧情的某些部分呢进行修改，让玩家不会有2次一样的体验。那么，如果你是想要体验故事，并且能接受克苏鲁宇宙中人类不过是渺小的一粟，失败也是司空见惯的氛围那么繁星已达到正确位置，拉莱耶的召唤人在，赶快来开一场吧。既然 App 可以把故事读完，那么是不是也很适合我独自桌游啊？挑个白天大发来玩玩看吧。那大发唱歌，我们下次见吧，拜拜。